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最近几天中国游客在新马两地所制造的几个大新闻，以及我最近在和我的家人在做 staycation 的时候遭遇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今天呢，已经在我的 community 那边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可是呢，我还是想在影片的尾部跟大家进一步的去分享啊。那首先来聊一下这两天新加坡中国人制造的两个新闻头条。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呢，就在昨天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报道了有4名来自于中国的游客被抓了，他们是涉及入室盗窃，是破门入室盗窃而且这4个人当中的3人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了，他们全部都是拿旅行签证据新加坡的警方发言人讲述这几个人可能涉嫌之前的在新加坡的就是诈骗和各种入室盗窃的其他的案例那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惯犯，不是第一次做而且呢，他们作案之后居然还大张旗鼓的在新加坡逍遥，还住上了酒店那我们的警察呢是在24小时之内就把这全部的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那现在呢，他们将会被告上法庭。那如果说他们的全部的罪名一旦成立的话，最高会判2年监禁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那第二条呢，又是和中国游客相关的那这一次呢，涉及的金额还蛮大的，是有一趟从迪拜飞往新加坡的航空上，有一个中国游客在商务舱内偷到了价值10万新币的财物，10万新币相当于5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价值是非常高额的。那这一次呢，可能会面临一个重判，因为它涉及的金额是非常之大。那之前的影片当中呢，也和大家隔三差五的分享了最近2、3年在新加坡的航空上是陆续出现了很多飞机上的盗窃案，都是和中国人相关的可是以前呢，他们偷到的金额都是在几千或者几百的额度，或者是偷信用卡。但这一次呢，他们偷到的金额是高达10万新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目。那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期待新加坡的法院最终会做出如何的一个判决。那接下来这一条新闻呢，也是刚刚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我们话不多说，先看一下相关的影片。是不是都开始了？你都开始了好吗？不要再说了好吗？你自己不要说了，不要再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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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吗？不要再，我没有碰到你，我没有碰到你。你干嘛？你这样就这样可以吗？你这样要去看医生了，你这样。因为你刚才碰到我，我觉得你骚扰到我了好吗？谁碰到你了？啥你要把我说话了。好，不跟你们讲。是，我中国人的眼珠让他丢吧。脑子有问题，这个人。真的脑子有问题。讲了要死。哎呦，你们那上海人真够呛！上海人是全中国出了名的没素质。那我今年是好人啊。你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才来有啥好不想真的呢？你这个样子还，是了，我要撇落了。是呀。哎呀，你们不想等2波车完了，还想拍一个好的 view，之后的话还在这儿。哎呦喂！你别阴阳怪气的，照照镜子好吧？哎呀，我可不阴阳怪气。干嘛？要干嘛？拍录像。我录像的我录像的自己有小孩在的，做个榜样。对，是的呀。你别闹了，别闹了。这个人是真的有病。好，不要跟你讲，不要跟你讲，正常别闹了，不要跟你讲我。哎呀，对，我们一会儿得录像，也得录。哎呀，真不错。先下车，知道吗？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碰撞，先下，要安全为主哎呀，可不是人多，我们可不敢，我们也害怕，得亏你们先下车了。真的绑的哦。别碰我。
总，我是哪的？说你是跟我说。这个叫600一个。以上这段影片呢，就是刚刚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是由一个老观众投稿给我的，他今天发了邮件给我，我看了之后也是大为震惊呢，因为影片当中的这个中国女子啊，看起来是真的张牙舞爪的那个巨婴的那个丑恶的面容，你看她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而且和她争执对峙的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游客。那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前面的这2名女子，她们长期的站在缆车的最佳拍照的位置，挡住其他的游客，不让其他的游客去拍照，他就长期的霸占在那个位置啊。那后面的其他的游客就叫他大家可以轮流的拍，或者是然后他就不开心了，他就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然后他一直这样子挥动的手，大家知道他一直这样挥手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扰乱其他的人，他就要打扰其他人，他就让后面的人无法去拍到任何的景色，只有他自己可以拍啊。你看他那个狰狞的样子啊，然后拳头捏得非常紧，似乎是要对后面的中国游客去动粗了啊。那我也知道中国的游客呢，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有素质的，譬如说好像和这个女性发生争吵的后面的来自于上海的游客，他们和这个女性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他们知道啊，就是你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你在丢中国人的脸。如果你真的是爱国有民族情节的话，你在出国的时候，你代表的是你的国家呀，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谨言慎行啊。大家请注意啊，在这个影片当中，和这个巨婴撒泼打滚的女性发生争执的不是马来西亚人，也不是其他外国的游客，是中国人，是他们自己人，就是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就站出来批评他。批评他之后，他就像一个巨婴一样，开始歇斯底里的吼叫。你看他那个好像一个疯子一样，像个疯婆子一样，真的是像一个疯婆子啊，张牙舞爪，那个狰狞的面容啊。那后面那几个来自于上海的游客呢，他们并没有和他太计较，还是比较克制的，只是在口头上非常温和的批评了他啊。可是呢，前面这个巨婴女性呢，她就开始说人家在歧视上啊，说你是上海人，你是北京人呐，你了不起呀，你就是看不起外省人，就是人家在批评一个无耻的行径，一个不文明的行径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的把话题转移到你上海人歧视其他省份的人。大家注意没有，就是典型的中共国人的一个思维。当你在批判 A 的时候，他马上就扯到 B 的话题上去了，他完全是没有逻辑性的，他也不会为自己这种没有素质低劣的行为感到羞耻，这个是最让我觉得可怕的啊！他还觉得特别的理直气壮，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不耻的行径啊。那说到中共国游客的这些不耻低劣的行径呢，其实真的是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啊！就在这2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全家从加拿大到新加坡来探亲1个月啊。那在这1个月当中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家庭聚会和家庭的 staycation 啊。那就在这2天呢，我们全家刚好去了一个5星级的酒店去做了一个 staycation。stayc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的新加坡人很喜欢，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出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住那种很好的酒店，好像游客一样啊，去住酒店，去吃一吃好的料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全部的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好好放松一下，好好相处一下啊。那这2天呢，我们全家都在住在酒店当中。那就在今天早上呢，因为我们的酒店房间是有配自助早餐的嘛啊，然后我就到自助餐厅去吃早餐。当我进了电梯之后，很快呢又
进来了一大家的中国游客。那我为什么知道他们是中国游客呢？因为他们人未到声已到，就是说大老远的，当电梯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我就老远都听到他们叽叽喳喳、大声喧哗、大声讲话的声音呢，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口音啊。然后一大家人，大概有7、8个人，有大人、有老人，还有孩子啊。然后呢，他们进来之后呢，他们走得非常慢，然后大摇大摆的。我在电梯里面，我就帮他们按住电梯，我是非常有礼貌的，全程的帮他们把电梯按着。等他们一个一个的慢悠悠的大摇大摆的，就是一点都不着急的那种全部走进电梯之后他们呢没有说任何的谢谢。其实他不说谢谢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就看着我，对我微笑一下或者点头示意一下，也是最基本的礼貌，对不对？让我最不能忍的是什么？是他们全部进来之后他们家中的一个女性居然斜视了我一下，打量了我一下，就是好像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门童一样，去帮他按电梯、帮他开门的，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谢意，是板着脸、凶巴巴的这样斜视我，上下打量我的一番。然后当时哇，我那个心一下就凉了一半了。我在想，我好心好意帮你们全家按着电梯，你不说谢谢也就算了，你进来之后你还用那种斜视的眼神上下打量我，这个多没有礼貌啊！这个是多粗鲁的行径呢。然后呢，我们的自助餐厅是在65楼，然后那个电梯还要搭蛮久的然后呢，他们全家就在电梯里面，电梯是一个很小的封闭的空间嘛，他们就哇讲话讲来讲去，非常的大声，然后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呢。然后哇，当时我那个耳朵都一直嗡，因为那个电梯是 high speed 电梯嘛，因为它走得很快，然后再加上他们超大声讲话，当时我的耳朵已经有耳鸣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嗡这样的感觉，非常非常难受。然后等到那个电梯到了餐厅之后，我就第一个想要冲出去然后其中的一个人呢就站在电梯门口堵在那里，然后我就插着身，我就硬挤出去了我冲出去之后呢，然后很快我又在餐厅又遇到了这一家人然后他们家里是有2个小孩的，然后那2个小孩呢都是男孩子，看起来应该在10岁左右。然后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在取自助餐的时候，因为你都要排队的嘛，如果你在前面的话你就先拿，对不对？但是他们一家人冲过来，没有排队的就直接插队，插到我的前面也无所谓嘛， OK， 那我就让你先拿嘛。但是呢，他们是一群人站在我的前面，也不知道要拿什么，然后站在那个食物的前面离得很近，在那边讨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感觉他们的口水已经喷到那个食物上面去了然后哇，当时我真的是已经很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其中的一个小孩，然后站在那里还蹦来蹦去的，还差点踩到我的脚，幸亏我反应快，我赶紧躲开了。如果我不躲开的话，他已经踩到我的脚了那这个也就算了。那拿完食物之后呢，他们的桌子是在那一边嘛，离那个拿食物的地方还蛮远的。其中的一个女性就用非常高分贝的嗓门大声的喊话，坐在那边的那个人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大声的，就是隔空喊话，问他要不要吃这个吃那个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大声，整个餐厅的人全部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那种就是好像用扩音器在讲话一样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一大早起来就遭遇到了这样的没有素质的，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厌烦、让人鄙视的中国游客但是呢，就是他们用这样的低劣的行为打扰到了其他的人，就是给人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他们完全都不会有任何的羞耻感，也不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是不文明的，他们完全都没有那种意识，他们还特别的理直气壮。然后就是我看着他们吧，他们完全不会觉得你看着我干什么，他们完全不会意识到他们这样大声喧哗、大声的喊叫，然后孩子没有一点礼貌，到处冲来撞去的，然后对着食物一直喷口水，或者是在电梯里面大声讲话，然后呢
对其他人非常的没有礼貌的行径，是不文明的行径，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啊，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错。他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当中他们是一个异类，但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当的行径，自己不文明的行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一个行径啊。那当时呢，我真的是蛮生气的，因为我美好的一天就被他们给这样子破坏了啊。于是乎呢，我就在我的 community 那边发了一下，简单的讲述了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我并没有做任何的负面的评价，我只是把这个事件的经过讲述了一下啊，然后发了之后，居然有一个自称从中共国移民到澳洲的观众来留言，来教育我说你看不起他们，也是看不起你自己呀，因为你自己也是中共国出来的呀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啊。这个声称已经移民到澳洲的中共国人，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移过民，他只是肉身翻墙，那个思维呀，那个行为模式还是典型的中共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批评的是这种不文明的行径，我从来都不在意你是哪国人，我在我的影片当中反复强调了，我不鄙视，我也不歧视任何的中国人，我只是看不起、唾弃那一些不文明、没有素质又不会自我反省的中共国人，在文明的地方大肆的撒野，像这个马来西亚槟城缆车当中的巨婴的游客一样，自己有错在先，自己不文明的行为，当人家出来制止他的时候，他还觉得理直气壮，他要撒泼打滚，还要去呵斥提出他问题的人，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特别是这个留言的观众就是说，当你的同胞做出了错误的行径、不耻的行径，每个人、每一个文明的人、有素养的人都应该站出来批评的，因为只有你提出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才可能会变得更好，而不是像你这样子去包庇、去掩盖事实，还不让人家讨论。这样的行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进步的，因为错的行为它就是错的，不文明的行为就是不文明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中国游客、中国人到哪里都不被欢迎，因为没有人敢批评他们呢，一批评他们就会说你不爱国，你是汉奸，你是反贼。就是说，当你批评一个错误的行为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批评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个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望的一个民族。那这个餐厅里面的事情呢，我还没有说完那个餐厅呢，它是自助餐那冷盘的食物呢，它就是提前已经放在那边的你就自己取。但是热的食物呢，是需要你到厨师那边去让他帮你现做的，你是要去下单的然后呢，我就 order 了2个 scrambled eggs 就是炒蛋。然后我 order 之后呢，我就去拿其他的食物嘛，我就回到我的桌子那边，等它做好了，我就去拿嘛。然后我就等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我的蛋已经做好了，我就准备去拿了。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就是和我搭同一架电梯的那一群中国游客当中的2个女性已经冲到了拿食物的地方，他们准备要把我提前 order 的鸡蛋要拿走了，他们自己没有下单。如果说他想吃的话，你应该告诉那个厨师我要什么什么蛋，你叫他帮你做，现做嘛他自己没有下单，他差点就把我点的东西拿走了。他也没有问厨师是不是有人点的，他就差点要拿走了。这个时候幸亏我眼疾手快，我赶紧冲过去，我就很礼貌的问那个厨师，我说你这个鸡蛋是给我做的吗？然后那个厨师说是的，然后我就把那个蛋拿走了。然后那2个人就这样子就是很不爽的瞪着我，好像我抢了他的蛋一样。我就觉得我的天哪，你自己 order， 这是我 order 的，那你要抢我的，你还对我使脸色，这个就是太不耻了，太可怕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一个行径那虽然说以上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小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往往都是这些小事和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文明素养的。因为这些小事你都做不好的话，你都让人觉得你非常的没素质的话，
那你还指望他在大的事情上面、大是大非上面能做出好的事情吗？那是绝对都不可能的啊！那这是我今天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啊。那说实话，自从新加坡和中国免签之后呢，我现在每一次在新加坡做 staycation 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因为我怕我去酒店住的时候，然后又碰到一些超级没有素质的中国游客的包围，然后让我整个就是住酒店的体验感马上就大打折扣了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啊！那我也真的是希望新加坡政府真的是可以再重新考虑一下，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中国和这个新加坡的免签的政策啊！真的是，那我相信很多的新加坡的同胞和我一样也有一样的困扰啊，因为现在免签之后各种的犯罪率，就是各种的入室盗窃、飞机行窃和各种不文明的行径，在新加坡真的是非常的泛滥，给新加坡人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困扰。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